Hello，大家好，我是艾尔文，今天要来分享追求成就的体会。我会提到过去我认知到的一个概念，我把它称作能力维度。这个概念帮助我建立追求自我实现或追求自我成就的良好心态哦。在这之中，你也能体会出为什么所谓的翻身确实比想象中难。但如果你下定决心，又该怎么去进行你的翻身计划？先说明，待会举的例子会用到金额数字来计算，目的是为了更容易表达能力维度的概念。你可以把它用在各种领域的成就，可以跟金额数字完全没有关系，完全脱钩。在讲到能力维度的概念之前，我先分享一个实验，是由哈佛大学教授研究大脑的神经生物学家 Sapolsky 所观察。有段时间他到野外追踪狒狒的群体生活，特别关注两只有一高一低社会阶级的母狒狒如何互动。不难理解阶级低的母狒狒总是畏惧阶级高的那一只嘛。后来两只母狒狒在差不多时间生下了小狒狒。照理说小狒狒不懂大人的复杂世界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还管你什么阶级。可是 Sapolsky 观察到阶级低的小狒狒发育状况明显比另外一只差这现象在他的其他研究中也被观察到了。或许是因为阶级压力的关系，造成他的发育比较慢，比较不好。但更惊人的一幕在这里，过阵子两只小狒狒能够自己到处玩了。有天阶级低的小狒狒就想跑去找那只阶级高的玩，当他正准备靠近时，阶级低的母狒狒一把就把他抓了回来。也就在那一瞬间，小狒狒的社会阶级意识深刻地烙印在他的心中。这让人感到不公平，但这是这种不公平的存在感阻挡了人翻身的心态障碍当然，人类的世界已经进化，也发展出不该强调阶级的社会制度，但很多时候文化是赶不上内建原始的心态。想想，你看到职场位阶比你高很多的主管，行为是否会比较谨慎？你在跟家族中地位比较高的人说话时，会不会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辞跟行为，特别的小心？你如果服务的对象是高社经地位、高收入的人，你会不会调整自己的服务方式？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也正是因为潜藏在心中的社会阶级本性，加上人类文明的演化的冲突，无论你目前生活过得如何，都会觉得自己付出的过多，获得的却没有别人多。也因为这种不平衡的心态，我们就会陷入一个迷思，把难的事情看得太简单，却把简单的事情看得太难。而原因就是追求自我实现的阶段是有分维度的。我先说概念，待会再用数字解释。如果你对科幻电影有兴趣你或许对不同维度彼此的关系有个概念。先别管在现实中合不合理简单来说，高维度空间的生物要看待低维度空间的生物是简单许多。低维度的生物往上看高维度的生活总是特别吃力。好比人类是在三维空间活动嘛，而蚂蚁相对来说是在类似二维的空间活动。除了体型差异，人类要玩弄蚂蚁非常简单。而人的能力其实也可以套用维度的抽象概念从低维度要上到高维度特别的难。可是，一旦你成功跳上去了，又会觉得在那里的世界是理所当然。我用数字再来举例假设今天以个人的资产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我们就以4个维度来说明：10万以下、10万到100万、100万到1000万、1000万再到1亿这里假设一个概念，要从低的维度跳上去，你必须至少投入现有80%的资源。这可以视作要负担的成本，或者是你要承担的风险比如说，你想要来到第2个维度，你至少要投入8万；进到第3个维度呢，至少要投入80万，以此类推。再强调一下数字只是为了表达资源的抽象概念，它可以是金钱，也可以是时间，更可以是抽象的表达你付出了多少努力。好，如果用百分比来看，每一维度都是需要投入80%的资源，看起来是不是一样？但从总数来看，一个是8万，另一个是80万，差异的感受就很大咯。这里就引导出2个问题：一，人要翻身为什么那么难？2，为什么总是别人的生活比较轻松？第一个问题，人为什么很难翻身？答案是你必须投入现有大部分的资源，无论是时间还是金钱或者是劳力，
而这些资源几乎会牺牲掉你现在可以过的生活品质，甚至你要承担失败，冒着一切都白费的风险。所以你去看很多人的成功故事，在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几乎都过着没日没夜的生活，白天上班，晚上补习，学习新的东西，或者是继续工作，不然就是从创业初期睡醒就工作到半夜。你一定也听过有人眼看公司快倒了，就拿出自己所有的存款，或者是把房子抵押再拼一次。跟其他人的生活比起来啊，这些人冒着几乎赔上自己一切的风险，才有机会取得成就。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啊，不要羡慕别人的成功，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付得出同样代价。第二个问题，人为什么总觉得别人的生活比较轻松？因为人啊会对有挑战的事情感兴趣，因此习惯只关注维度比自己还高的人如何过日子。比如你现在是在第2维度好了，属于10到100万的维度。你如果想要跳到第3层1000万的维度，你就必须投入80万的资源。而这80万对你来说是不是几乎是所有了？可是你从高维度的第3层来看哦，80万对1000万而言不过是一小部分的钱啊。当你拼死拼活赚到的钱，只不过是别人一小部分就能达到的。当你花了12个小时工作啊，别人一天工作不到6个小时就能达到同样的成效。遇到这种情况，人的心中当然会觉得不公平啊，更别说有些人就放弃往上跳一层维度的机会了。所以，为什么翻身很难？因为你要付出自己的所有，你要拿你的全部来寻找新的路，之中存在太大的风险了。再来，为什么看别人过生活比较轻松？因为我们眼中只会对更好一层的生活有兴趣。从低维度看高维度，当然会觉得高维度的比较轻松。接下来进入最后一部分哦，那什么样的心态才能帮助你提高能力维度？先建立一个观念哦，没有人可以说另一个人过的维度就是比较好或是比较差，不是1000万层级的维度就一定比100万高等哦。没有人说你现在过舒服的日子，不想要往上跳一个维度就是不好了。关键在于你自己想不想要，是不是真的想过那样的生活？如果你想，以下3点是我的建议。1. 把心思关注在自己身上。想象你是某个岛上的居民好了，你要划船到对面另一座岛上过更好的生活。你的目标是希望能够笔直的划过去嘛？但永远别忘了哦，决定你能不能到岛上的是你自己如何划那艘船，而不是那座岛上的人怎么过生活。2. 减少抱怨的次数。你有没有注意过，当一个人在抱怨时，说的都是过去的事情，或是专注在眼前不好的事，很少会聚焦在未来要如何变好。这个就是抱怨会带来的杀伤力，它会把人困在不好的现况之中。而且当人在抱怨别人怎么都过得比较好时，只会把自己的脑袋设定为原始看待阶级的状态。就像前面提到2只狒狒的故事，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觉得一切的努力都没用。这种心态就是史丹佛大学教授杜维克所说的固定型心态吗？并非完全不能抱怨啊，抱怨是人类平衡情绪的方法，人都会抱怨啊。问题是出在不断抱怨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想再进步了。说真的啊，与其抱怨，不如想想该如何脱离那个不好的环境，把心情转换一下，把眼光放在更远的地方。3. 投资能随着时间而累积的事情。能随着时间而累积的事情有很多啊，不只是金钱。而且我更想强调，你不应该只想到金钱。假设你现在真的被困在目前这个维度上不去了，而你又想要跳上去，你绝对要好好思考现在做的事情对自己有没有累积的效益。你要问自己，如果我现在持续做这件事或者是继续待在这家公司，1年后会有什么不一样吗？我持续培养这样的能力，3年后他会跟着我吗？这个观念在我在科学园区上班的时候影响我很多。有机会我再分享那时候的故事给你。先提这个核心观念好了，你要学会利用时间来累积自己的能力，因为时间是绝对不会停下来的。如果你学习的能力是可以因为时间而累积，而且又是你走到哪跟到哪，这样的能力才有机会带着自己进到下一个维度，从谷底翻身，从好变成更好。OK， 以上就是这次影片要分享的内容。能力维度这个概念存在我心中很久了，但其实要用影片来呈现有点抽象。我在分享前其实有点犹豫但觉得这还是一个对我在追求自我实现上很有帮助的观念，分享出来希望你也能够细细品味。
今天就这样咯，想要看最新的影片，再订阅我的频道。如果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就帮我按个喜欢，还有分享，也别忘了留言你的心得给我哦。或许你的想法也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另外，频道里面还有很多跟学习成长有关的内容，别忘了点进频道看看。还没有订阅的朋友，我的新影片能够再次跟你遇见的机会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所以不妨就趁这次订阅吧，一起来学习成长。我是艾文，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